大家好，阿弥陀佛。你想在未来生当中能够出生就感得有美好庄严的房舍，就是好的房子居住，人家看到你都能够人见人爱，生命当中永远都有花不完的金银财宝。那你想知道在佛教当中也有无财的布施，也就是说不需要花你1毛钱就可以做的布施。那很多年轻人现在都是等于也是内卷，就是生活上节奏非常的紧张，不只要上对自己的父母下也许有自己的子女，就算没有结婚单身，也是都为了自己的事业在奋斗也有可能存钱想要买自己的第一间房子，所以在积极存人生的第一桶金。所以有些人呢，他的确在金钱财力上他是没有能力来去供养三宝或者来做布施的，所以佛陀就慈悲，也就是开设了这样的一个方便法门，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做无财布施。所以我觉得这无财布施呢，可能就很适合一些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或者根本还没出社会的青少年。这任何的这种布施随时都可以做。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呀师父，我没有钱啊，哎呀我没有第一个房子，我没有第一桶金，我没有钱财可以供养三宝，那怎么办呢？那佛陀就告诉我们了7种无财的布施。那如果你想要改变你自己的命运，那你就可以做这无财7布施。好，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学习，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的一举手一投足眉眼之间就能广做善业，行这个布施的功德，怎么样可以帮助各位在工作上，在职场上，乃至于在生活上，可以去关关难过关关过让你能够现世就能够广结善缘，得到很多的好人缘，那自然我们就能得到布施的圆满的果报。首先我们来看原经文杂宝藏经里面是怎么说的。佛说有7种施，不损财物或大果报。首先这里呢，就是指佛说，就是指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佛呢告诉了他周围的弟子们布施也有7种你不需要花1毛钱就可以做的功德，那将来会获得无上圆满的福报。那这7种布施是哪7种呢？第一种的布施就是眼施，一名眼施，常以好眼，是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不以恶眼，名为眼施。舍身受身得清净眼，未来成佛得天眼、佛眼，是名第一果报。这个无财7施的第一个布施就是眼施，也就是说你的布施不用花1毛钱，就是给别人一个很好的眼神。那有些人呢，他虽然就是给人家一个很好的脸色，但是他眼神呢是带有怀疑，甚至具有杀气的。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对周围的人，尤其是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自己的师父，乃至于老师、长辈，或者是修行者，都能够布施眼施，就用慈爱的眼神去关爱他人，这也是一种布施。哇，那想想，那这种7种无财布施里面，第一个这布施就是眼施。哇，多么容易做到啊！那我们只要眼睛一睁开走在马路上，或者去坐公车，你看到每一个人当然不限于佛经里面讲的这些父母、师长、师父或者是沙门，你对每一个人甚至对于3恶道的众生，比如说狗、猫，你都能用慈爱的眼神去关爱他们的话，那这个功德就不可限量了。因为在杂宝藏经里面只是说，我们要布施好眼色的对象是指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师父、出家的法师，或者是同行的修行者。那如果我们能扩大我们这个慈爱的眼神，
可以给予任何人的话，那是不是我们等于无时无刻连在走路跟人家讲话，你都是在做一种无财的布施呢？也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布施演示，你是不需要花1毛钱的，随时随地你都能够累积功德。当然它的果报就是将来你就会得到清净法眼在你成就佛果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像佛陀一样证得天眼通，证得法眼。所以下一次如果你爸爸妈妈跟你讲话的时候，那你的眼神当中就要有多一点慈爱的眼神去布施给他们，那就能够得到喜乐的果报。那我们再来看无财布施第2是什么呢？2和颜悦色施，于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不出举恶色，舍身受身得端正色，未来成佛得真金色，是名第2果报。那第2个和悦施，就是指你要给你的父母、你的师父师长、法师们、同行善友要有一个好的脸色。那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对自己的父母都是出以鄙色，就是脸色很难看或者甚至给自己的师父呢都是一个不好的脸色。那这个就是没有做到了这个无财施的第2种，就是和颜悦色施。那如果你能够做到和颜悦色施的话，那非常简单的，你将来生生世世别人看到你都会给你好脸色看。那有些人呢就跟我说，他去到哪个工作场合都没有上司给他好脸色看或者是在家中自己的太太或先生或伴侣也是没有给他好脸色看当然那这个因也就是取决于你过去生当中你并没有对你的父母师长行和颜悦色施。所以和颜悦色施呢就是给好脸色的意思。那所以这好脸色不只是给自己亲近的人，给自己的师父恭敬法师、同行善友之外，你如果出去做生意或者去求职面试，都可以给人家好脸色看。那你一定在面试工作上，你一定每一关都会关关难过关关过你一定会得到你心目中想要的一个职位。那当然如果你对所有的人都和颜悦色施，你的上司老板一定会很喜欢你，所以你也会得到提拔，那你的薪水也会得到提升。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现世的果报。那佛陀说，那来世的果报是什么呢？来世的果报就会每个人看到你呢就会心生欢喜和颜悦色，因为你所给别人布施的就是和颜悦色，就好脸色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容易修行、很容易布施的一种行为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只要站出来一讲话，每个人就是目不转睛的看着他觉得他讲得真好喜欢他的脸色，喜欢他所表达语气，那就是因为他过去生他有持这个和颜悦色的布施。所以你想要得到好人缘，首先这第2个无财施就是和颜悦色施，你一定要试着去做。当你能够这样子去做的时候，那你一定是会广结人缘现世你的人缘就会很好，那更不要说你来生来世，那一定就是随到之处呢就是众缘奉迎就是每一个人都很喜欢你，那当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善愿圆满。所以这是第2种布施，就是和颜悦色施。所以这个非常容易做到除了你在家里能做，对自己的师父师长父母做之外，你还可以在身边任何人你都可以这样做。尤其在你工作职场上，你如果这样做一定会有好的果报会发生的，不信你试试看。所以第2个果报将来你会得到一个像佛一样，就是紫金身就是非常圆满的色相身，因为你给别人的都是好脸色看，所以将来的果报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庄严的身相。第3个无财施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声名言辞施，于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
出柔软语，非出恶言。舍身受身，得言语便了，所可言说，为人信受。未来成佛得四辩才，是名第三果报。那第三个无才师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言辞师，就是你所讲出来的爱语，你讲出来的言语。如果你讲出来的言语是鼓励人的，是激励人心的，那你将来生生世世的果报就是你讲出来的话，别人就会信受奉行。也就是你讲出来的话会具有非常强大的金刚语。那当有一天资粮圆满具足的时候，你的这个语就会证得跟佛一样圆满的语的功德。所以这个言辞师就是指要我们口说好话的意思。那口说好话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容易布施，也是非常容易修行的一种善行。比如说你在家里可以对自己的父母行爱语，关心他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穿暖。然后如果周末去佛堂当义工，多关心自己的师父法师，就是行恭敬三宝的至诚的恭敬心。那对于同行的修行的善友也是一样。那这个言语的这个布施啊，不只是在杂宝藏经里面佛陀讲的这些对象，我觉得在现代的社会，我们可以更广泛的去利用这个言语的布施，甚至可以在你平常去做志工义工的时候，对一些残弱的老人或者是心智发展障碍的人，我们可以多给他言语的柔软语。那这样子在别人信心不具足的时候，或者心非常沮丧的时候，我们的实言爱语就能去滋润他空乏的心。所以这个果报就是我们的言辞爱语施。这个布施呢，你用言语布施的行为，将来就会带给你怎么样的善果呢？就是别人对你讲的话会言听计从。有些居士来佛寺跟我们师父反映说，孩子不听话，讲什么呢都跟自己是反方向而行，等于说父母讲的话孩子不听。那也许这就是因为过去生当中你欠缺对自己的父母去行这个言语的布施，就是慈言爱语，所以今世的果报你的孩子就很忤逆你。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改变你自己的命运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对自己的父母要有慈爱的语言，尤其是对自己的师父。如果你有皈依师父的话，或教育你的法师，那你更是要用恭敬的语言、虔诚的爱语去回馈他。那这样子呢，就会将来感得别人对我们所说的话会具有信心，而且是会例行我们所表达的这个指令。所以佛陀讲了，如果真正有好好修这个爱语的果报，就是你会得到四辩才的果报。所以你看有些人他的口才非常的好，每个人听他讲话就能够信受奉行。那为什么有些人怎么讲就是没有人要听呢？就是欠缺修这个言语布施的修行。所以这也是一个不用花钱的一个布施修行，而且我觉得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如果你在职场上你能够这样子言语爱语对你的同事或者对你的上司的话，我想很有可能你很快的就会被你的上司提拔甚至能够高迁。那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话因为你的言辞爱语、慈善的眼神跟好的脸色、好的语言，那你当然就会生意会很好，很多人都愿意跟你做生意，因为他们跟你做生意就会心情很好，所以当然就很愿意跟你多去广结善缘。所以这也是一种无财布施的功德。所以也记得你不用钱就可以做的布施，就是多说好话。那第四种无财布施就是身施。那我们来看经文上是怎么说的。是名身施，于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
其饮礼拜是名生师，使身受身得端正身，长大之身人所敬身，未来成佛身如泥须陀树，无见顶者是名第四果报。它这个第四个布施啊，就是指你的身体力行为别人服务的这个布施的善行。我觉得在现代的生活非常非常容易去做到这个布施。那古时候的人，因为他大门不出二不迈，所以很难去跟人接触，所以你也很难去做到眼施、语施、和颜悦色施，乃至于这个身施，身体力行的布施。那现在的这个社会，一出门你就可以碰到成千上百的人，那你就可以对他行身体的布施。什么叫身体的布施呢？就是说，如果看到老人要过马路，那你就可以扶着他走过马路，这当下你就是造了一个善业功德，也就是身施。你弯下谦卑你的身段，你去服务他人，这个不用钱的一个布施，你随手可做。而这些布施的功德，它就会产生现世你可以得到的善果，也就是我们讲的花报。那这个身施当然在经文里面讲的，针对的是自己的父母或自己的师父，乃至修行者。所以呢，对自己的父母，那要怎么做呢？我觉得也非常的简单看到父母起身了行走不便，我们就去扶他，搀扶他，或者是他饮食不方便，他没有办法自己起来去端饭或者盛菜，你可以服务他，这个就是一个身施。那来自于对自己的师父、师长、沙门都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布施的行为。那如果你今天是做外送员，那就更是你结合修行与行布施行为最好的一个善行，因为你就是在服务他人，你的工作本身就服务他人。那如果你又能带有一个慈爱的心、利他的心去做的话，那你不只是在完成你工作的这职业，你也在行身体的布施的善业，所以这将来也是有功德善业，也是可以让你能够现世满愿，也就是说你今生想得到的善愿都可以得到圆满。所以这个身施也是非常容易做，比如说你在公车上或者在捷运里面，你看到一个老人或者一个孕妇或一个小孩没有位置坐，你就起身让给他，这个也是一个身体的布施。那乃至于你平常做义工，去帮忙独居老人送饭，或者帮他们洗衣服，或者是帮他们打扫环境，也是一个身体的布施，也是累积福报。你将来来生的果报，就是你会感得跟佛一样，非常庄严、高大、健壮、健康的这个身相。因为你身行布施，当你的果报反映的就是你的身相会非常的庄严圆满。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五种布施，五彩布施的第五种是什么呢？五名心施，虽以上事供养，心不和善，不名为施。善性和善，生生供养，是名心施。使圣受身得明了心，不痴狂心，未来成佛得一切种之心，是名心施。第五果报。所以这里佛陀就说了，你刚刚所做的这个慈爱的眼神、和悦的脸色乃至于讲出好听的话语，鼓励别人，但你的心没有布施出去。他这里的心布施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心没有升起慈爱心、大悲心、菩提心的话，前面的这四种布施它都不圆满的。所以这一定要结合心施。这个心施就是指要良善心的布施，而这个良善心就是大悲心的前行，也就是利他的心。所以这心是这么的广大，它含摄了所有一切的善行。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说，如果你做到了这个心施，以大悲心、菩提心、利他的心来广大布施的话，那你的心
将来就能够证得跟佛一样，证得一切种智大无畏的心。好，所以虽然我今天很快的讲过，那你就看看，哇，所有万缘都是心法。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对焦，我们的心没有提起正念，我们的心没有提起利他之心，所有所表象所讲的，眼神所表示的，脸色所诠释的，都是伪善啊。所谓的伪善，不是说它不是善，而是它那个善呢，它不能带领我们就近到未来际无尽的生命里面享受这个善的果报。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做这些布施呢，最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我们要心施，以大悲心、大慈心、利他的心，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愿心，以心做总摄持，外形身的布施、眼的布施、言语的布施与脸色和颜悦色的布施。那这样子你每一天都在做善业功德，你今生来讲你一定会善愿皆满你想得到好的工作，一定会得到好的工作；你想要好的人缘，一定会得到好的人缘。如果你想要去开创你的事业，你也一定能满愿。为什么？因为你所摄持的这个心，就是跟诸佛菩萨的心是一样的，就是以大悲心为基础，以升起菩提心、自利利他的菩提心为核心。所以这个心呢，是一切善业之根源。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所有的布施，只要你有这个心施，将来你就能证得一切种智，也就是佛智的意思。所以我讲了这么多那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举手动作、起心动念、开口闭口言辞之间无不是业。也就是说，你随时随地都可以造作善业功德，那取决于你的发心。那你的心如果是跟佛菩萨是对准对焦一模一样的话，学习跟他们一模一样，不是你现在就能够完全一模一样。我们校准的这个菩提心为基础的话，那你所有的善行，它都是一个无漏的功德与资粮。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第六个布施是什么？这里的第六个布施是床坐施。若见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为父床坐令坐，乃至自以己所制作，勤使令坐，舍身受身，常得尊贵七宝床坐，未来成佛得狮子法座，是名第六果报。意思是说，你今天有一个可以安住的空间比如说你的床，或者是你安坐在一个空间里面，比如一个客厅你刚好有个位置，你父母走过来没有位置，你就起身让他。或者是在佛寺里面你看到法师走过来没有位置，你起身让他所以这里的床坐施，它指的就是指一个空间，那不只是床或者是椅子那当然这是一个比喻，那广泛的来讲，就是说你愿意把自己所拥有的去布施给他人。那这可能是一个座位，也有可能是一个床一个空间，你睡觉休息的地方，也就是你私有可以让你安住休息舒服的这个地方你这时候可以让给别人让给别人，别人休息坐下来或者休息的时候，他可以得到安顿，身心得到休息。所以你当然你得到的果报，你就是会得到身心安顿。那将来的果报就是会得到什么呢？会得狮子宝座，也就是说成佛之后的那个底下的那个狮子宝座。那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将来成佛之后的狮子宝座是有点远但是我觉得在现代的佛教徒而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你线下可以得到安顿，你把你自己的安顿的一片天地，你布施给别人，转让给别人，你得到的就可能是别人转让你的一片天地比如说在工作上刚好就你有
同事就离职了，那这个晋升的工作有可能就你得到了或者是你在佛寺当义工的时候，那你就转身让给你的同行法友，那同样的，那在法师看到以后，也就知道你有行这个布施善行，就升起菩提心的一个次第的修行，那将来你的心量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床作师呢，我觉得他真正感得的福报果报是什么？就你的心量会越来越大，不是局限在一个座位或者一个床的布施，而是遍虚空遍法界的这种包容力这是我的理解，也跟大家做分享。那最后我们来看第7个布施是什么？七名房舍师，前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使房舍之中得醒来坐卧，即名房舍师，舍圣受圣得自然宫殿舍宅，未来成佛得诸禅屋宅，是名第7果报。这第7个无财师房舍师他讲的就是比较大的空间，比如说是一个房子你这时候有一些人他需要安顿，那你把它舍出去让他们使用，这就是房舍师。那当然这里提到的对象就是指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师父或者是法师或同行善友。那这里呢当然就比较不适用于你可能到外面公车上或者捷运上遇到的一些陌生人所以这个可能就局限在你所认识的一些亲戚朋友。在佛经里着重的是对自己的父母还有自己的师长为一个供养恭敬的对象。当然我刚才讲了一些比较简易的，比如说僧师，我觉得对于一些外面不认识的人做，我觉得是无伤大雅。但是在这个房舍师呢，等于说你要把房子的空间腾让出来布施给他们使用，我觉得就比较适用于自己的亲人尤其是父母跟师长。那将来得到的果报就是你在生生世世修行之后，当你证得成佛果位的时候，你的内心就如同无所限量的空间一样，时时刻刻就能够呈现禅定的状态一种禅定安住如同宅舍的这种概念。所以刚才我很快跟大家讲到了这7种的布施这7种的布施呢，你不需要花1分的钱，那很多都是跟你自己身体的行为是有关的你嘴巴讲的话，你的表情你的眼神你身体的动作。那当然牵扯到外在的，就可能是你的房舍就你的房子或者你的床或者你的座位就是跟你的色身有相连结的一个使用的地方。所以你看这当中没有任何1毛钱的布施。那当然如果你有钱财，做钱财的布施也有直接在钱财布施供养上直接的果报。为什么？因为你是直接用钱去供养，所以你得到现世丰腴的果报就会比较直接所以你看刚才7种布施里面，它并没有说你会财富丰饶，它并没有这个结果，就是说不会说让你能够财富丰饶。所以你要是真的是希望财富丰饶的话，那佛陀呢他是有讲到钱财有佛教的一种规划跟供养的方式那下一次我会针对这个部分钱财的供养来做这个方面的开示。但今天我着重的是在无财布施，也就7种无财的布施。所以它虽然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直属在钱财上的回报，但是别忘了它会给你好人缘然后有可能在工作上你会得到升迁，或者你会得到上司的赏识，所以它就会制造有财富的顺缘，也就是我们讲的因缘果报里面的缘所以也不要小看这个缘那我知道很多看我们频道的也都是年轻人正在奋斗的年轻人。那现在奋斗的年轻人呢分2种一种是内卷，就是每天像陀螺似的非常忙碌在自己的工作生活，没有闲暇的时间来做任何的事情。一种是躺平族，就什么都不做可能在事业上受到挫折，
或者工作上不顺遂，他就干脆什么都不做了。有这两种，不管你是内卷族还是躺平族，我觉得自己的生命你要自己去经营。过去有可能虽事连连，诸事不顺，这不代表现在未来都会这样。所以你如果一直只是在躺平，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改变你自己的命运。那如果你想要改变你自己的命运，那你就可以做这无财七步诗。你不需要任何的钱财，先改善你的人缘，让你能得到好人缘，那你就有好的工作的缘，那你就会有贵人相助。很多人都说，哎呀，要求得好人缘啊，要得到贵人相助，要怎么做呢？就是要从这个无财七步诗开始。所以刚刚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无财七步诗，非常的容易，对吧？那所以不要觉得修行非常的难，难有难的修行方法，但是我觉得你就广结善缘，然后再来行布施之行。所以先好好的修这无财七步诗。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官方频道，请你要记得订阅。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请你要按赞留言，因为你的留言就会让我知道到底哪一部分触碰了你的心灵，下一次我在开示的部分可以更好的来做准备。现在 YouTube 呢有新的一个功能叫粉丝推播，也请麻烦各位用一根手指头来做功德做善业，帮我们的影片推播给更多的人。你只要帮我们按下粉丝推播，分享给你的朋友，那这演算法就会把我们的影片推给更多还没有因缘学佛但是想要得好人缘的这些想要修善的人。那你的这一个善念，你的这个善行，就一根手指头也是来累积福报功德。那请各位记得要点赞，按下小铃铛，粉丝推播。那我们就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我们下回见，阿弥陀佛。